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先想象一个简单的问题：比特币在2024年的4月完成了第4次的减半以后，现在每天全网能够产出450枚的比特币。那如果机构每天买入超过450枚，会怎么样？答案很简单，价格一定会涨，因为供不应求。但如果反过来呢？机构每天买入不到450枚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。11月5日，比特币单日暴跌7%，跌破10万美元大关。从10月6号的历史高点12.6万，已经回落了接近20%，再跌0.2%就要触及技术性的熊市了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要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：为什么会发生这场供需的逆转？答案呢，涉及5个环环相扣的变化。理解这5个变化，你就能看懂这次下跌的真正逻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在分析这次下跌之前呢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儿：到底是谁在控制比特币的价格？我查了一些市场研究报告，整理出了一个大致的结构。比特币的价格主要受4类玩家的影响。第一类呢是持币的机构，占到25%到40%，像 MicroStrategy、资管公司、企业财库。他们的特点是单笔交易量巨大，一次买卖几千上万枚。第二类呢是散户，占20%到30%，也就是你我这样的普通投资者，交易频繁，但单笔金额比较小，影响力比较分散。第三类是矿工，占15%到25%，他们每天挖出大约450枚新币，为了支付电费和成本，必须定期卖币，这个就形成了持续的供应压力。第四类是 ETF 和机构投资者，占到15%到25%，他们代表着传统金融的资金入口，资金流入或者是流出，直接反映出了机构的态度。如果把持币机构和 ETF 加起来，他们合计的影响力大约40%到65%，而散户呢只有20%到30%。所以当你看到新闻标题写着散户恐慌性的抛售，要明白一件事：散户只是跟随者，机构才是定价者。那问题是，机构现在正在做什么呢？11月3号 Capital Investments 的创始人 Charles Edward 发了一条 Twitter，7个月以来机构净买入量第一次低于每日的挖矿供应量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翻译一下，过去7个月机构每天都在买，而且买的要比矿工产出的450枚还要多。但现在呢，买的量不够450枚了，结果很直接，市场从供不应求直接变成了供过于求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们得先看看最大的一位买家 MicroStrategy， 现在他改名了，叫做 Strategy。他手上呢握着67万多枚的比特币，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持有者。我们来看看他最近的购买记录，第3季度只增持了4万3000枚，是全年最低的一个季度，有的月份甚至只买了几百枚。更关键的数字是，它的股票溢价从208%跌到了4%，这个数字非常重要。解释一下，假设 Strategy 手里的比特币价值100亿美元，如果溢价208%，它的市值就是308亿。为什么投资者愿意多付这208%呢？因为他们相信 Strategy 会继续买币，比特币会继续涨，而持有 Strategy 的股票就相当于间接加了杠杆。但现在呢，溢价只剩下4%，100亿的比特币股票市值只有104亿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它已经几乎筹不到新的资金了。它的商业模式其实非常简单，发行股票，拿钱买比特币，溢价上升，再发行更多的股票，再买更多的比特币，这个就是一个飞轮。但现在呢，飞轮停了，没有溢价就没有杠杆，没有杠杆就没有资金，没有资金就买不了币。而且不只是 Strategy， 全球188家类似的企业财库公司都用着同样的方式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日本的 MetaPlanet 股价跌破了资产的净值，小公司 Semler 被迫卖身给了 Stripe， 整个企业持币的行业正在快速的收缩。这个就是第一个变化，最大的买家群体停止了大规模的买入，而且有可能陷入危机。2024年的1月，比特币现货 ETF 正式获批，
整个社区都在欢呼，华尔街来了，机构认可了，比特币要起飞了。前半年确实风光无限 ，ETF 持续的净流入，成了市场需求的自动吸收器。但看看最近的数据呢？根据 SocialValue 的统计，10月的前2周流入近60亿美元，10月的后2周呢，赎回超过20亿美元，资金方向彻底反转，从流入变成流出。而进入了11月，情况并没有改善。截止11月初，比特币 ETF 已经连续4天净流出，平均每天流出大约 1.87 亿美元。仅10月30号一天就流出了 1.87 亿，一周累计流出接近8亿美元。其中流出最多的是贝莱德的 BlackRock 旗下的 IBIT ETF， 市场情绪正在明显的降温，投资者呢缩减仓位，机构也主动的赎回。这个揭示了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事实 ：ETF 不是保险箱，而是一条双向的通道。当机构想买的时候 ，ETF 提供最快、最安全的入口；但当他们想卖的时候 ，ETF 同样也提供了最快的出口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机构开始赎回了？这里呢有3个层层递进的原因。原因之一，实际的收益率正在上升。机构配置比特币的逻辑是对抗通胀，在低利率的时代追求更高的回报，但现在环境变了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概在 4.3%， 通胀降到了 2.4%， 实际收益率等于 4.3% 减去 2.4%， 等于 1.9%。这个是2019年以来的高位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无风险的国债现在能给你接近 2% 的真实回报，而比特币今年累计只涨了 8.5%。考虑波动风险，它的吸引力正在下降，机构开始重新计算风险收益比。原因之二是美元走强的虹吸效应。再看看美元指数，11月初升到了 99.8， 创下了8月以来的新高。美元走强意味着什么呢？全球资本回流美国，机构在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持有比特币呢？美元资产不是更稳妥吗？尤其是在10月的下旬，特朗普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，市场反应非常直接，黄金、白银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。这个是真正的避险资产。原因之3呢，年底再平衡压力，这是一个时间因素。现在是11月，很多基金要做年底的资产再平衡。什么叫做资产再平衡呢？假设一个基金年初配置 60% 的股票， 30% 的债券， 10% 的另类资产，比如说比特币。到了年底，如果比特币涨了，占比可能变成 12%， 基金必须卖掉那 2%， 让比例回到 10%。 这是一种机构纪律，不管你看涨还是看跌，到了时间就要调整。更何况今年比特币虽然涨了 8.5%， 但很多的机构是在高点买入的，现在到了年底了，他们要锁定收益，降低波动风险的敞口。3个原因叠加，实际的收益率上升，无息资产吸引力下降，美元走强，资金回流传统避险资产，年底再平衡，机构纪律性卖出。所以 ETF 不只是一个双向通道的技术问题，它反映出的是机构真的在离场，从流入变成了流出，不是暂时性的波动，而是一个趋势性的资金撤退。这个就是第2个变化， ETF 的角色反转，从买家变成了卖家。第3个变化是我最晚注意到的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。美国政府停摆之后，财政部的国库总账户，也就是 TGA， 积累了大约1万亿美元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和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其实非常直接，这1万亿的美元被卡在了系统之外，它动不了也流不出去。它的连锁反应是这个样子的： TGA 膨胀，银行储备金下降，货币市场利率上升，美元走强，全球流动性收紧，风险资产被抛售，比特币下跌。这比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还要致命，因为降息只是价格变化， TGA 冻结是数量在收缩。听起来呢有点抽象，我打一个比方，金融市场呢就像一个大的游泳池，股票、债券、加密货币都漂浮在水面上。现在呢有人打开了抽水机，抽走了1万亿加仑的水，水位呢迅速下降。那最先露出水面的会是哪类资产呢？当然是那些最依赖流动性的高风险的资产，比特币正是其中之一。而且不要忘了，加密市场对流动性的敏感度
是传统市场的3到5倍。这个不是美联储降不降息的问题，而是市场的水真的被抽干了。这是第3个变化，流动性在结构上收缩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10月11号加密市场经历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清算事件，一天之内超过160万个交易账户被清算，单日损失高达200亿美元。那这160万人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观望。加密恐惧与贪婪的指数现在只有30，这个是深度恐惧区间，没人敢加杠杆，没人敢抄底。结果呢，市场突然少了接盘的资金，以前跌个5%就会有人冲进去抄底，现在跌5%，大家继续观望，然后再跌再观望，恐惧正在自我强化，下跌变成了一种自我循环。这个就是第4个变化，市场失去了抄底的力量，下跌缺少缓冲。最后我想说一个观察，这个不是原因，只是一个现象，而且它有点玄学，但它真的非常值得注意。比特币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节奏，叫做4年减半周期。2013年的那一轮减半后第540天见顶，2017年的那一轮第518天，2021年的那一轮第546天，而这一次2024年的减半到现在大约是第550天。10月6日的历史高点12.6万美元刚好落在这个时间窗口。我不确定这是一个巧合还是规律，但如果历史真的重演，过去3次周期的共同特点都是从峰值回撤60%到80%，你自己可以算一算，那意味着怎样的一个价格空间？这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，但它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5个变化串起来看一看。第一，持币机构停止了大规模的购买 ，MicroStrategy 等188家财富公司溢价消失，融资受限，购买量锐减。第二， ETF 从买家变成了卖家，10月下半月净赎回超过20亿美元，从吸金变成了吐金。第三呢，流动性出现系统性的收缩，美国政府停摆冻结了1万亿美元，全球流动性被抽离，比特币首当其冲。第四，市场失去了抄底的力量，10.11的大规模清算留下了心理阴影，恐惧在自我强化，下跌缺少缓冲，再加上一个时间的观察，550天的周期节点，把这5个变化叠加起来会造成什么呢？机构的购买量第一次低于每日产量的450枚，市场从供不应求变成了供过于求，价格失去了支撑，开始自由的下落。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调整，更像是需求结构的系统性的坍塌。2024到2025年的这轮牛市本质上依赖2个引擎，一个是财富公司的溢价套利飞轮，另外一个是 ETF 带来的机构配置通道。而现在呢，这2个重要的引擎同时熄火，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技术分析告诉我们，下一个支撑位在94200美元，如果守不住，再下一个在66000到75000美元区间。但关键的问题不是支撑位在哪儿，而是新的需求会从哪里来。财务公司溢价已经没了，买不动了， ETF 从流入变成了流出，散户上一轮被套的还没缓过神来呢，主权国家没有看到实质的行动，美联储大幅降息，目前概率也不高，短期内我们看不到明确的新的需求来源。市场最终呢会找到新的平衡点，但这个平衡点在哪儿，需要多久，我不知道，没人能知道。这个就是我对这次下跌的分析，5个观察到的变化，共同导致了供需的逆转。这些内容呢，全部基于公开的数据和链上分析的观察，不是预测，也不是投资建议。我只是把信息整理清楚，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。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，继续持有、止损离场，还是分批买入，都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和风险的承担能力。好的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订阅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的观察和策略，我会认真的看每一个评论。另外呢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，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频道主页的外网链接里边。这里是加密星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